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百花杀千香引逍遥同日对打，孟子义宋威龙谭松韵，谁将问鼎年度剧王？最近我这手机都快被古装剧的消息刷屏了。2025年马上就要过去了，爱优腾芒这几家平台像是约好了一样，齐齐甩出了自家的压箱底宝贝。光是看演员阵容，我就已经眼花缭乱了。孟子义和何宇的百花杀，宋威龙和鞠婧祎的千香引，谭松韵和侯明昊的逍遥，这哪是电视剧啊，简直就是一场颜值盛宴。我特地打听了一圈，发现这些剧来头都不小。百花杀里孟子义饰演的郡主是个人间清醒，一心只想搞事业，偏偏碰上了何宇演的病弱腹黑太子，俩人你试探我，我试探你，简直就是古装版的智者不入爱河。光是看剧情介绍我就已经上头了，更别说孟子义和何宇那个颜值搭配，光是站在一起就养眼的不行。千香引更是不得了，宋威龙和鞠婧祎这已经是第3次合作了，默契度直接拉满。剧情设定在仙妖魔三族混战的背景下，特效场景据说美轮美奂。光是看预告片里的仙侠场景，我就已经想赶紧追剧了。最让我惊喜的是逍遥、谭松韵和侯明昊这个组合新鲜感十足。听说还是狂飙的导演徐纪周执导的，质量肯定有保障。这部剧定档12月27日，在央视8套和爱奇艺、优酷播出。谭松韵演的少女逍遥生性洒脱，把妖界搅得天翻地覆；侯明昊演的万妖之王红叶则是看透世事。这个反差设定太有意思了，不光是我身边的小伙伴们也都议论疯了。有人说就爱看权谋剧，等着追百花杀；有人是仙侠剧死忠粉，非千香引不看；还有人冲着谭松韵的观众缘，已经定好闹钟准备追逍遥了。这不，我闺蜜昨天还跟我打赌，说看这3部剧哪部能成为年底的剧王。说实话，我现在每天刷微博都要去看看这几部剧有没有新的预告片放出来。百花杀的官方信息显示，这部剧改编自景皇的小说《我花开后百花杀》，讲的是昭宁郡主沈西和与太子萧华庸的故事。孟子义演的郡主擅长调香，何宇演的太子表面病弱，实则深藏不露。这种人设真的太带感了，我特别喜欢这种双强设定的剧，男女主都不是傻白甜，而是各有各的本事和心眼。官方介绍里说，太子6岁就遭人下毒，从此蛰伏伪装，暗中调查奸人。这种人设简直就是为了吸引观众准备的。郡主也不是省油的灯，她自幼长于西北，将守卫疆土视为己任，还是调香圣手。这种人设打破了传统古装剧的套路。千香引这边，资料显示她改编自14郎的小说《千香百媚》，以剑幕之时引发仙妖魔三族血战为背景。鞠婧祎在剧中挑战双面角色，前期是女扮男装，化名小棒槌的青丘孤女，后期觉醒为拥有冰雪之姿的江离妃。这种角色转变对演员的演技要求挺高的，不过从曝光的造型看，鞠婧祎的古装扮相一如既往的仙气十足。宋威龙饰演的雷修元表面懦弱无能，实则是背负秘密的天才。他最初为救兄长刻意接近小棒槌，却在守护中情根深种。这种一开始别有用心，后来真心相爱的套路虽然老套，但只要拍得好，观众还是买账的。两人在雏凤书院从同窗挚友渐生情愫，剧组曝光的概念图中，书院场景古朴雅致，特效呈现的仙侠场景确实美轮美奂。逍遥的公开资料显示，这部剧讲述的是生性洒脱的少女逍遥意外开启万妖谷奇幻之旅，与万妖之王红叶共同卷入神秘怪案的故事。谭松韵饰演的逍遥应变值满点，
侯明昊饰演的红叶历经世事，深谙欲望本质。二人在相处中逐渐发现彼此的特质，携手对抗强敌。我看了逍遥的定档预告片，谭松韵的少女感真的绝了，明明已经30多岁，演起活泼灵动的少女来一点都不违和。侯明昊的古装扮相也是越来越有味道，他饰演的万妖之王既有威严又有沧桑感。这部剧的配角阵容也很强大，包括了汪铎、黄家靖、张小婉等。逍遥的导演徐纪周可是拍过《狂飙》的，叙事能力不用担心。而且这部剧还上星央视8套，虽然是在下午档播出，但有了央视这个平台，受众面肯定会更广。业内评论认为，谭松韵有很强的扛剧能力，即便剧本相对一般，她也能把角色演绎得生动有趣。从制作团队来看，《百花杀》的导演钟青曾指导过《花间令》《延禧攻略》等热门剧集，制作团队在服装、道具、场景布置上都很用心。千香引则由《天龙八部》导演鞠觉亮操刀，集结了郑和、惠子等实力派配角，堪称古装剧顶配班底。这几部剧各有各的特色，《百花杀》偏重权谋和情感博弈，《千香引》是传统的仙侠虐恋，逍遥则是奇幻爱情加轻喜剧元素。作为观众，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选择，喜欢权谋的看《百花杀》，喜欢仙侠的看《千香引》，喜欢轻松奇幻的看《逍遥》。我查了一下排播情况，逍遥已经确定12月27日播出。百花杀和千香引虽然还没有确切定档日期，但预计都会在近期上线。这下好了，年底的追剧日程表排得满满的，根本不用担心剧荒。现在的古装剧制作是越来越精良了，不只是注重视觉效果，在剧情和人物塑造上也下足了功夫。百花杀的双强设定，千香引的宿命虐恋，逍遥的人妖奇缘，每种类型都有独特的魅力，演员的选择也很到位，都是既有颜值又有演技的新生代演员，观众缘都不错。我特别喜欢这几部剧释放的预告片和海报，百花杀的海报色调冷峻，凸显了权谋氛围；千香引的仙侠场景美轮美奂。逍遥的中式童话美学特辑展现了中国传统美学元素，每一部都在视觉上做足了文章，想要吸引观众的眼球。从目前的网络讨论热度来看，3部剧都有大量的粉丝期待。微博上已经有不少话题讨论，短视频平台上也有很多剧情解读和演员介绍视频。特别是逍遥，由于定档最早，讨论热度最高。古装剧市场一直是竞争最激烈的赛道。2025年已经出现了《藏海传》《唐朝诡事录之长安》等爆款作品。年底这波神仙打架更像是平台之间的正面较量。优酷、爱奇艺、腾讯都拿出了自己的王牌项目，想要在年底收官战中取得好成绩。作为普通观众，我才不关心什么平台竞争呢，只要剧好看就行了。百花杀的权谋博弈与双向救赎，千香引的宿命难为下的深情守护，逍遥的纯粹之心与欲望之争，每种剧情都有吸引人的亮点。我闺蜜说她会先追逍遥，因为播出时间最早，而且她一直是谭松韵的粉丝。我另一个朋友则更期待千香引，因为他本身就是仙侠剧爱好者，而且特别喜欢宋威龙和鞠婧祎这个组合。我个人可能3部都会看，但最期待的应该是百花杀，因为我对这种双强设定的权谋剧完全没有抵抗力。不知道这些剧正式播出后会不会符合预期，毕竟现在影视剧市场变化太快了，有时候期待越高的剧反而容易让人失望。但从目前已释放的物料来看，这几部剧的制作水准都不低，只要剧情不垮，应该都能取得不错的成绩。现在的观众越来越挑剔了，
不再是随便找个流量明星拍个 IP 改编剧就能糊弄过去的。大家更看重剧情逻辑、演员演技和制作精良度，这也倒逼制作方更加用心。从百花杀、千香饮到逍遥，每部剧都在努力寻找自己的特色和突破点。这种良性竞争对观众来说是好事。我昨天还看到逍遥发布的情感特辑，谭松韵和侯明昊的互动挺有火花的，那种从互相排斥到相互吸引的过程演绎得很自然。百花杀的杀青特辑中，孟子义和何宇的对手戏也张力十足，特别是两人互相试探的眼神戏，看得人心跳加速。千香饮的预告片中，宋威龙和鞠婧祎的虐恋戏码已经让不少粉丝直呼太刀了。看来这个年底，我们古装剧爱好者是真的有福了。